Answerclick 剛剛上線了一個新東西，叫 Cloud for Teachers。美國的中小學老師只要通過身份驗證，免費送1年高級版本的 Cloud， 再加上一整套的教學工具。這個視頻不是教你薅羊毛的，而是讓你看一下真正值錢的3個設計。福利我們拿不走，但是這個3個東西的做法你全都搬得走。我一個一個的拆給你看。我不是美國老師，過不了身份驗證。所有的演示是我在普通的 Cloud 上把它的核心玩法复現給你看。核心功能1 AI 第一次接上了課程標準。老師們用 AI 寫教案不是什麼新鮮事，問題在於 AI 寫出來的教案跟老師真正要教的東西完全配不上。AI 10秒鐘寫出教案，老師呢20分鐘核對，省出來的時間又還回去了。這一次它的解法是使用了一個叫 Learning Commons 的連接器。這個連接器有3個層次。第一個，它擁有50個州的學術標準原文。第二層，每個標準下都劃分了細分能力點。第三層是它知道學生典型的學習順序。這次我們用一個實例來演示一下，讓它構建一個線性函數。這裡我需要聲明，我自己不是美國的老師，無法使用 Learning Commons， 但是我複製它的一個原文，效果基本上都是一樣的。我們使用下面這個提示，你可以把它暫停，直接抄走。你是一位美國8年級的數學老師，圍繞這一個 Common Core 設計一個45分鐘的課，標準號也告訴他了，目的是構建2個數量之間的線性關係，讓他做下面幾件事。先列出知識點最常見的3個錯誤，教案要針對性的處理它們。教案呢，按照這樣的結構寫：導入5分鐘，新手15分鐘，小組練習15分鐘，退出小測10分鐘。練習按照3個難度層次，分別是後進、中等、超前。退出小測用3個題檢測能力點。第5個，全部內容不要超過這條標準的範圍。這個 prompt 我有3個設計。第一個是讓它貼入課標原文，這樣的話就不會讓 AI 進行猜測。第二點，讓它列出常見的錯誤。第3個，明確告訴它不超綱，這是在規定範圍內最常用的一種方法。我們把提示複製下來，打開 Cloud 的網頁端，模型我選擇 Fable5，Effort 我選擇 low 一點的，提示我粘貼到這裡。我們上傳我下載好的課程大綱，我們選擇這是一個演示的一個素材，然後上傳，隨後點擊箭頭發給他。我們先看學生最常見的3個錯誤理解：把初始值當成表格裡的第一行數據；計算變化率時弄反；第3個是算出 m 和 b， 但無法用情景語言解釋它們。這是它教案導入，這是新授的，還有小組練習，還有範圍自查。教案寫的再好，也只是紙面功夫。下面這個功能，我才覺得這個產品和以前不一樣。核心功能2 ，AI 在後台替你幹活。以前 AI 是什麼樣子的？你問一句，它答一句，你不理它，它停在那裡。Cloud for Teachers 塞進了 Cowork 和定時任務，玩法就變了。官方給了2個例子，一個老師把文件共享給了 Cloud 就在後台進行幹活。換句話說，老師在睡覺的時候 ，AI 在替他幹活。第二個例子是定時任務，老師讓他下午4點檢查一下提交上來的測試，看哪些人掌握了，哪些人沒有掌握。設置一次 ，AI 就會每天跑。這種模式呢，可以一句話總結：文件夾加後台再加定時。這種3件套不僅適合老師，也適合任何和數據文檔打交道的人。接下來我們用一個實例來演示一下。我自己有班級裡面的3個文件夾，一個是班級的花名冊，
一個是班級的成績表，還有班級的手寫的觀察日誌。我們使用下面這個提示，我看一下這個提示的設計。第一個是這個文件裡有我們班的3份材料，分別是花名冊、線性函數、單元小測的成績，還有課堂筆記。這樣做，每一個文件都說清楚它是幹什麼的，不要讓 AI 猜它的實際用處。第二個是結構的輸出，分為4個層次。我們看一下，交叉分析3份材料，找出聯繫以上低於60分的學生，結合觀察筆記判斷每個人卡在哪個具體的知識點上。第二，把班級分成3組，需要重交的，需要鞏固練習的，可以拓展的，列出名單和依據。第三個是給需要重交的學生寫一個1對1的輔導腳本，直接針對他卡住的點。最後給我一個摘要，明天上課之前告訴我最需要知道的事，尤其是輸出摘要這個事情是跟那些比較忙的人來用的，給他一個信息結構，讓他進行查看。最後一句是分析過程中如果發現數據對不上的地方，直接標出來問我，不要自己猜。這句話是進行數據分析最值錢的一個提示。我們把它複製下來，隨後選擇 Cowork 模型，選擇 Fiber 5，使用 Effort， 我使用低一點的，省點額度，把提示粘貼到這裡。我們去找一下這3個文件的所在地方，就是 AI 後台幹活，這裡有3個，我打開，我允許它在這裡進行操作，隨後點擊箭頭發給他。這裡它就給我們了。首先確認的數據問題，他沒有猜的，這個人沒有任何課堂筆記記錄。這2個是缺考，還有成績列單裡但是沒有他。連續以上60分的學生和卡點，他告訴我們還有3組分層，需要重交的，需要鞏固的，可以拓展的。這針對每一個人，他進行了1對1的輔導腳本。明天上課前需要做的3件事，最划算的干預對象，4種不同的病不能重合交，2個行政問題今天是需要處理的。接下來他還問了要不要把它變成一個 Markdown 進行打印，我們就這樣完成，不用去管它了。這2個功能都是讓老師用的。接下來第3個功能每個人都能用，核心功能3 9個連接器和開源大禮包。這是它9個連接器，我們來看其中3個。第一個是 Assistant Mentors， 是標準對齊的一個練習，可以批改作業，自己出題。第二個是 Canva 教育版本，它能夠把你的教案變成課件，變成課堂資料。第3個是 TeachFX， 它能夠把學生的真實錄音表現情況給老師一個反饋。這樣的話，一節課的全部流程連接器都能夠接上，備課、出題、上課、收作業、復盤，它通通能夠做到。更為關鍵的是，它把這套教學的 Skills 完全開源給大家。這是 GitHub 的一個倉庫，我會把它放到說明區。這裡是 K12 Teacher 的 Skills， 它有2項技能 ，K12 Lesson Planning 和 K12 將現有課程獲得不同的版本。有2種方式你進行安裝，第一種是你已經擁有 Cloud for Teachers， 那你就不用進行額外安裝。如果你沒有，你可以在終端中 Cloud 進行安裝。我們把它複製下來，打開終端，直接粘貼回車，它就安裝成功。我們打開 Cloud， 我再來看一下 Skill， 這裡我們看到它有3個 Skill 的內容，你可以直接來使用，這都是在線的，想退出直接退出，想使用直接使用就可以。如果你是一個教育工作者，可以拿走那套開源的技能庫；如果你是內容創作者或者是知識工作者，記住文件夾、後台、定時3件套。如果只是一個普通用戶，記住這樣的一個趨勢，
AI 正在变成一套工作系統，隨時替代我們的工作。這套福利你可能拿不走，但是這次的方法你全部拿得走。